3刀6个洞，这才是第1刀。何初三缓缓从血肉里拔出那把刀，摇摇晃晃地坐在地上，他快要撑不住了。扑哧一声，第2刀。捅完第2刀，何初三整个人都向后躺去。5. 和财神进阶和封批。在青龙的别墅里，除了一个笔记本，何初三还捕捉到一个关键信息：夏六一每半年都要出去做一次生意，现在又到了做生意的时候了。而且最近玉观音出现在了蛟龙城寨，那夏六应答应自己的洗白呢？无名指的戒指仿佛像烙铁一样滚烫，烫到他满心苦涩。可是他还是放不下夏六一，他早已滑入深渊，早已自觉自愿地沉沦于黑暗。他虚伪、自私且无耻，他只想保住夏六一，哪怕夏六一就是罪魁祸首，哪怕夏六一罪不可恕。他强迫自己相信夏六一心中依然保持着普遍的善意，他强迫自己相信夏六一还有得救。可是夏六一再次出事了。为了查出青龙真正死因，为了帮青龙报仇，他和泰国的干爹金弥勒鱼死网破，小马和玉观音掉下悬崖，夏六一重伤。也是在这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他与何初三之间的感情真的仅仅是何初三主动吗？难道不是他那时深陷孤独苦闷绝望的泥沼，才下意识地抓住了靠近身边的那一缕阳光吗？难道不是他对着那个一穷二白的学生仔日日纠缠，有事无事就要何初三到他那里去报到，去陪他打球、吃饭、看电影吗？是他主动将何初三拽入泥潭之中，是何初三反过来救赎了他。但他离开了这样的何初三，离开了刚才梦境般温暖的家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身处异国他乡，逼仄寒冷的雨夜密林中，他手刃了仇人，却痛失了兄弟，他伤痕累累，狼狈不堪，濒临死境。夏六一没死，他被救了，被安置在泰国养伤。锻炼19天后，何初三连分手的话都说出来了，终于知道夏六一的信息。推开房门，看着一身重伤的夏六一，何初三心里仿佛有一条岩浆灌溉的河，滚烫而刺痛地流淌向全身的血脉。这个愚昧的、贪婪的、不要命的黑社会，平平安安、清清白白的过日子，对他来说就那么难。究竟是什么值得他拿命去拼？他难道就没有想过，他要是出了事儿，我该怎么办？夏六一不敢看何初三的眼睛，他以为何初三会大闹一场，不料何初三到了之后，只是自己哭了一场，连问都没问，就若无其事地以大嫂自居，指挥起保镖和医生，打点起了大佬的衣食住医。快回香港了，何初三帮夏六一收拾行李，却从衣服内袋里摸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背后用中文写着 KV 姐金兰之交，一期长存。何初三一下子就想起了账本上的第一条记录，也有着 KV 姐。夏六一为什么要随身带这张照片，连出来游玩也不离身？这跟他来泰国、跟他的重伤、跟小马之死有什么关系？他是不是还在复仇？那他答应的洗白事情呢？夏六一一无所知地在浴室里洗澡，何初三看着他背后的虎斑猫纹身，陷入沉思。夏六一本来要纹一只大猛虎，但何初三使坏，偷偷交代纹师加了3倍的价钱，让纹身师把大猛虎改成了一只虎斑猫。夏六一就是他的大猫啊！他在黑暗的小巷中捡到了，诱拐了一只野性而寂寞的大猫，饲养它，陪伴它，安抚它，疼爱它，而他也爱它，舍不得它，只向他露出自己最柔软的腹部，只让他看到自己最脆弱的伤痛，却依然不能够全身心的属于他。他的心里在想什么？他在为了什么而豁出命去？他还要见到他这样奄奄一息、重伤需要的模样多少次？第2天一早，夏六一醒来发现何初三不见了，和他一起不见了还有那张带着复仇线索的照片。香港何初三住宿的公寓里，夏六一面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。何初三早上离开后，他也紧急赶回香港，两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峙。夏六一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，为什么一个人回香港。何初三反问他：你为什么去泰国？那张照片上有什么秘密？你为什么受伤？你后面还想做什么？一连串的质问让夏六一烦躁不已，吼着说不关你的事。何初三突然扯下手上的戒指，狠狠砸向夏六一，压抑了多日的愤怒彻底释放出来，嘶吼着说：我是你先生，你所有的事都关我事，你还要瞒我多少事？你是不是要死在我面前你才甘心？你的戒指呢？我到泰国的第1天就想问了，你的戒指呢？夏六一愣在原地，哑口无言。他的戒指在逃亡中丢失了，他无言以对。一片黑暗和死寂中，何初三发出一声失望的苦笑，说：和我一起好好的生活，对你来说真的很难。真的是我想多了，我想在你心里，就算我比不过他，也至少占据了1半的分量。是我想多了，我用尽全力了，但我改不了你们的过去。
从他去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输了。我不怪你还爱他，但我不能接受我的先生对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。我也不愿意再跟别人分享你的感情。这个家是我的，该离开的人不是我。夏六一震惊地看着何初三，说事情和金龙无关。他想抓住何初三，何初三却飞快地后退，说：你说这件事跟青龙没有关系，但在年30的那天晚上，你做噩梦的那天晚上，你抱着我叫了一晚上的阿大，你一直在求他回来，说我要杀了他们，为你报仇。夏六一脸上一下子血色全无，心跳如雷。他在那一声一声的轰鸣中，听到何初三最后一句话说：你走吧。也就是这一天深夜，何初三拨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已经理清楚了青龙死亡的真相，也明白了夏六一最后一个敌人是谢英杰。谢英杰位高权重，如果想要除掉他，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命。想清楚这些后，一股寒气窜上了何初三的脊背，也窜上了他的大脑。他紧紧地握住了拳头，想：你不是不拿自己的命当一回事吗？要么我就抽了你的虎筋，拔了你的虎牙，我来替你除掉你的猎物，我会让他身败名裂，血债血偿。可这样的阿三好累呀，要操心家人，要操心爱人。终于在何阿爸发现他和夏六一的恋情后，抄起一把扫帚痛打一顿后，何阿三病倒了。在旁人的眼里，他是青年俊杰，他是夜间精英，是江湖人称的捞财童子，年轻多金，聪慧机敏，自信沉稳。然而他并不是完美无瑕，并不是无坚不摧，并不能轻轻松松地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人前的每一份风光，然后他都付出了无数倍的努力。上次大吵一架之后，何初三一边暗中调查布局，一边努力工作攒资本，一边对夏六一欲擒故纵，吊着对方上门求和。精神高度紧绷，身体上又极度疲惫，已经把他的健康掏空。何阿爸知道他恋情后的愤怒与失望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很累很累，他要操心的事太多了，他很愧疚让阿爸突然知道自己的感情。他很担心夏六一会一意孤行报仇，走上不归路，但即使这么累了，他也不会躺下来，他不会放弃的，他歇一歇就好，哪怕只歇一晚上。不过夏六一很快就来了，分主之后怕何初三出事，他派了保镖跟踪，第一时间知道何初三挨打了。夏六一掏出之前的照片，急切的道歉，照片上一共3个人。夏六一指着其中一个泰国人说，那个人害死了青龙，他去泰国就是找他报仇，现在已经报完仇了，一切已经结束了，他们可以在一起了。何初三的心却慢慢结霜结冰。夏六一半真半假的坦白让他既疲惫又心动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和夏六一的感情。夏六一究竟是爱他，还是仅仅将他作为一个伺候周到、相处起来顺心又愉快的伴侣？而他一直自以为不图回报、不计较地深爱着夏六一，又为什么渐渐开始感到伤心、委屈、不满，甚至记恨？何初三疲惫地说：六一哥，我跟你之间永远隔了一个人，只要你心里还有他，还记挂着那些恩恩怨怨，我们永远都是2个世界的人，怎么可能在一起？我太累了，我们俩算了吧。夏六一猛地扑上来按住何初三，急急地说：你闭嘴，不准说算了。他低头想用嘴堵住何初三的嘴，却被咬破了嘴唇，但哪怕满嘴鲜血，他也不肯放开。他满脸血丝的嘶吼说：我不可能忘了青龙，他救了我，他养大了我，我可以为了他去死，如果有人害死他，我一定会为他报仇。我为了青龙可以去死，但是因为你，我才想活下来。在泰国的时候，小马死了，我跟秦昊被人追，从山上摔下来，又受伤又发烧，白天躲在树林里，泡在河里，晚上睡在树上，睡在山洞里，吃野果，吃生鱼，吃虫，吃老鼠。每次快要熬不住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你。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害怕过，怕我死了，怕我再也见不到你。我甚至后悔一开始认识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，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是你教会了我，饿了要吃饭，累了要睡觉，病了要休息。是你跟我一起放烟花，一起看日落，一起在家煮饭吃。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快乐，我想让你也快乐，我真的一丁点都不想让你难过。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一定要撑下去，我要活着回来见你，我要留在这个世界上跟你一起。我那个时候才明白，我对青龙是感激，是敬爱，我将他当作跟小满一样最重要的亲人。我承认我以前对他有过冲动，但那只是一时的冲动，我不敢跨过那条界限，我阻止自己陷得更深。如果我真的不顾一切的爱他，我又怎么可能会放弃他，将他推给小满？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想放弃你，不想将你让给任何人。一滴眼泪从脸上滑落，
从今一身伤满身血都不在乎的夏六一颤抖着哭着恳求何初三：阿三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没有爱他，我只爱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说分开，我受不了这个，我求求你了。何初三也哭了，他从来没有奢求过我爱你不爱他。从与夏六一相识的初始，他就知道夏六一对青龙的感情。意识到自己喜欢上夏六一之前，他甚至为此感动过、怜悯过。虽然心里说着不服输，虽然有着跟死人一争高下的决心，但其实他一开始就对青龙低了头，以外来者越位的心态而自居，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份感情，像个后宫贤妃一样善解人意、大方得体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甚至从来不提青龙的名字。他一直觉得夏六一对他的感情是因为被他的锲而不舍所打动，是宠溺他，是因为他的细腻照顾而习惯了与他在一起。他连一句我爱你都没有奢求过，所以才会在夏六一求婚的时候惊讶到哑口无言。我们六一好苦，学会爱一个人是一个好苦的过程。我们阿三也好苦，教会一个人学会去爱也是一个很苦的过程。可是爱太珍贵了，所以哪怕过程痛苦，他们也甘之如饴。这次争吵过后，两个人感情更胜从前。小蓝瓶的消耗量急速飙升，从浴室的浴缸到卧室的床上，再到客厅的沙发，这里有一辆大火车，豪华型火车，超高速火车。这一晚，他们激烈缠绵、疯狂放纵，每一幕都历历在目，就像连环画一样刻在夏六一的脑海里。早上起床后，何初三甚至亲了他之后才离开。可后来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故事走向呢？那一天，夏六一正在公司和崔东东对业务，手下突然来报说警察要来抓人。他和崔东东分头行动，一个去财务室销毁资料，一个去青龙别墅拿人头账册。白天车流拥堵，夏六一一路横冲直撞驶入九龙城区地界。就在这时候，电话响了起来，手下说何初三突然咳血晕倒，被送进医院了。耳机仿佛炸开一道惊雷，带着血腥的黑色回忆瞬间裹挟了他。当年小满在别墅跳楼，青龙被捅送往医院，一左一右，他选择了往左去找小满，最后谁都没有留住。现在面前又是一个分岔口，往左是通往青龙的海滨别墅，往右是何初三被送进了医院。夏六一心跳如鼓点，后颈动脉突突突的跳，最后声嘶力竭地说：去医院，去医院。他选择了何初三。冲进医院病房，夏六一紧张地探何初三的额头，下一秒却肩膀一凉，被打入了一针针剂。夏六一张了张嘴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没有做出任何反抗，缓缓地倒在了何初三的怀里。在意识失去之前，夏六一的眼神里都没有一丝一毫对何初三的责怪，他只是不明白何初三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夏六一被囚禁了，被长锁链锁在了屋里。何初三的手指在他脸上游走把玩，低低笑着说：你忘了我说过，我一直想把你关起来，靠在床上，哪儿都不让你去。不仅如此，何初三还扯掉了夏六一衬衣上的袖口，从里面取出一个窃听器，又捡起夏六一的皮鞋，卸下一个定位器，一边展示一边说：你的手机、你的车、你的办公室里都有这些，我对你的行踪和目的一清二楚。你让东东姐去别墅找的是这个吧？我提前拿出来了，她到死也没有找到。你不是要去做危险的事吗？废了你的帮会，锁了你的手脚，杀了你的军师，我看你还能做什么？病娇疯批何初三，进阶成功。夏六一大脑一片空白，心乱如麻，恍然入梦，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何初三吗？萧其堂暂时由何初三掌权，上位之后，他和萧其堂的死对头乔爷密切合作，他要借乔爷的渠道见到谢英杰，那个夏六一最大的仇人。他踏上了舞台，崭露头角的唱了一折戏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但他很累，他很想扑到夏六一的怀里撒娇，可还没到时候。10几天后，火候差不多了，何初三安安静静的在厨房里做包子。助手 Kevin 好奇，何初三暖暖的笑着说：给我先生做顿饭，关了他10几天，总得哄一哄吧。所有饭菜做好后，何初三拎着食盒往夏六一住的地下室走去，后面有人在跟踪。何初三知道他是故意的，该上苦肉计了。在何初三的特意泄露行踪之下，死而复生的小马带着手下救回了夏六一，还绑走了何初三，要对他执行家法。何初三亲口承认自己绑架了夏六一，炸死了崔东东，抽了账册篡位，几十个帮链大小头目围着，要何初三3刀6个洞。夏六一赶到现场时，就看到何初三佝偻着跪趴在坚硬冰冷的地上，浑身是血，已经快昏死。
夏六一心痛如绞，想要冲过去，却被一个手下拦住了。手下低声说：“大佬，何顾问让您什么都不要做，他有后路，还说如果您过去，他所有的辛苦都白费了。”小马不知道何初三的计划，他是真的以为何初三想害夏六一，一看见何初三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边骂边上去狠狠踹了一脚。何初三的身体被狠狠摇晃了一下，夏六一的心也跟着狠狠颤了一下。一片吵闹中，何初三听见窗外传来几声布谷鸟的鸣叫，那是他和留在屋外的眼线定好的暗号，乔爷到了，他的戏也要赶快开场了。何初三对义愤填膺的小马说了一句对不起，然后反握住刀插向自己的腹部。夏六一剧烈的颤动，用双手死死握住自己的嘴，竭尽全力想要堵死自己喉咙中的凄厉哀吼。他心痛如绞，不是说有后路吗？为什么还是捅了刀子？这傻仔又骗了他。心痛到空气都变得稀薄，剩下吸入身体里的每一份空气也都像带着剧毒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。3刀6个洞，这才是第一刀。何初三缓缓从血肉里拔出那把刀，摇摇晃晃地坐在地上，他快要撑不住了，挥起手臂又要再捅一刀，刀却在半空中被夏六一握住了。夏六一脸上毫无血色，何初三用仅有2个人听到的声音低声说：“放手。”只是简单说了2个字，就有血顺着嘴唇溢出来。夏六一还是死死握着他的手不放。何初三轻声劝说：“你别让我穿帮了，是血帮，假的。”夏六一眼里闪过一丝怀疑，但还是死死不松手，直到何初三说：“你抓得我手疼。”夏六一才下意识的微微一松。何初三掌心立刻往前一送，扑哧一声，第2刀。捅完第2刀，何初三整个人都向后躺去。夏六一立马扶住他，才看到何初三血肉模糊的伤口，怎么可能是血包？哪里有血包？分明是血肉之躯。鲜血一滴滴坠落在地，像硫酸一样一滴滴坠落在夏六一的心脏，腐蚀出一个巨大的血洞。那是他一直捧在手心里，护在心尖上，压根舍不得碰掉一根毫毛的何初三啊，今天却血肉模糊，毫无生气地扒在着冰冷的地面。还有第3刀。正在这时，一声枪响，警察到了现场，一直看戏的乔爷也终于出面保出了何初三。2刀证明了何初三的可信度，他真的和萧启堂决裂了。第3刀就没有必要了，这可是他的捞财童子宝贝疙瘩，万一死了就不好了。何初三被带走了，他终于成功取得乔爷信任，下一步就是取得谢英姐的信任。夏六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，那上面还有何初三残留的血迹，心里在嘶喊：这个扑街仔，他从哪里生出这样复杂的心机和无畏的勇气？这个干干净净的学生仔，身家清白的高材生，不应该一辈子平平安安大展宏图，却被一个十恶不赦的黑大佬叫人一袋子兜进了贼窝，被染得半黑不白，被害得伤痕累累，现在还只身入了龙潭虎穴。这一刻，夏六一复仇的执念成了粉末，他不想复仇了，一点都不想了。他对不起阿大和阿姐，是他没用，是他软弱，但他现在只想要何初三回来，他只想要他。身受2刀，这一晚何初三发起了高烧，烧到说胡话，那胡话是：原来受伤这样疼，他受过那么多伤，该有多疼啊！何初三从小乖巧文静，虽然身处藏污纳垢的九龙城寨，却平平安安长大。小时候被阿爸疼，长大了被夏六一宠，哪里经历过这样穿肠破肚的苦楚？但煎熬中还在牵挂心疼他的六一哥，最后一句梦呓是：疼，看到他哭，心疼，后悔了。时间紧急，所以哪怕养伤期间，何初三也在帮乔岩办事。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警局的各个档案里，仿佛意味游走于黑白界限之间的鲤鱼。警察不明白为什么这条鲤鱼放着清清白白的金光龙门不跃，偏偏沉入黑水之渊，化身为邪蛟。何阿爸也不明白何初三为什么会让自己重伤成这样，仅仅因为一个身上背满黑心事的夏六一。何阿爸生于内地，是书香世家的读书人，后来流落到蛟龙城寨这个乌云蔽日、鱼龙混杂的地方。他给自己改名叫秉仙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就算一生贫穷颠沛，也不能堕落自毁，不能丧失良心，一生都要秉德为先。他也一直这么教育何初三的。何初三跪趴在地上，眼泪一滴接着一滴砸在地面上。他知道自己不应该爱上夏六一这样一个人，但他控制不住，他哭着求何阿爸说：我知道他有错，他罪大恶极，您从小就教导我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知道他犯了错就应该付出代价，他手上沾过的每一滴血都要他偿还的债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我舍不得，
我舍不得。他只是生错了地方，跟错了人。他受过一个人的恩，他只是想报恩，只是想为那个人报仇。可他已经收手了，已经为了我收手了。我知道他做错事，可我想救他。我不想看见他被关进牢里，我不想见他横死在街头。他对我那么好，他豁出命来保护我，他真心喜欢我。救他的那个人不是我。那天晚上他喝醉酒，拿着我送他的贺卡，坐在地上哭着睡着了。我把他抱在怀里，他身上好热，眼泪却好冷。你们没有见过他哭的样子，他不是龙头，他不是雪修罗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他也会爱上一个人，他也会哭。我心疼他，我想照顾他，我想救他。阿爸，我求求你，我只是想救他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生母临死前留下遗言，何初三不要和黑道扯上关系。可何初三终究没有逃过这个情字，逃不过的还有夏六一。他不顾危险，偷偷前去陪何初三，附在他耳边说：“记住你刚才这句话，如果你有事，我不会独活。”何初三回他：“如果我有事，我会在下面等你。有一种爱，不是我死了你好好活，而是我死了我在下面等你。”这对于阿三和六一来说，是世界上最悦耳的情话。几次试探之后，何初三终于有机会见到谢英杰。可这次见面却差点摧毁了何初三的精神。何初三精神紧绷到差点崩溃，他开始变得易怒暴躁，甚至接到夏六一的电话也控制不住低吼：“我不是说过这段时间不要联系我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，多少双耳朵在听着我？”以前暴怒的是夏六一，安抚的是何初三，现在角色互换，夏六一温和的耐心的安抚说：“嘘嘘，别急，你听我说，你从公司后门出去，走安全通道到天台，你听我的，先上天台好不好？”何初三怕有人盯梢，心乱如麻的摸黑登上了顶楼。几十米外的另一栋大楼楼顶，月色下有个人影在拼命地向他挥手，是夏六一。他在电话里喊：“看到我了吗？”何初三鼻头一酸，带着哭腔说：“看到了。”夏六一说：“我也看到你了，你又瘦了。”何初三擦了擦眼角说：“乱叫，隔这么远，你哪里看得清？”等到何初三声音又恢复了以往黏黏糊糊的撒娇后，夏六一才温柔说：“阿三，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无论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扛。你现在这样让我很担心，你一定要自己撑吗？有什么事可不可以跟你的先生说一下？”何初三捧着电话，犹豫了好久才说：“我见到他本人了，他很可怕，像一个黑洞，所有靠近他的东西都会被吸进去。我当时很怕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”夏六一紧张到手心攥出了血，他说：“阿三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爸爸妈妈和欣欣我会保护好他们，你下楼跟你的保镖待在一起，我马上就带人过来接你。”何初三用力地摇头拒绝了，只差一点他就能成功了，他不能放弃。何初三很清醒，夏六一可以为了他放弃复仇，可这样的话，夏六一心里就会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怨结，他永远得不到一个完完整整的夏六一。他的爱很自私，也很贪婪。何初三想要一个完完整整的夏六一，少一丝一毫都不行。况且香港这个地方有他们已经生根发芽的事业，也有不可能离开故土生活的双亲。既然走不了，他就要为爱人扫清夙愿，从此在这座城市里平安相守。执念像水草一般缠着他，何初三不敢再和夏六一继续通话了，借口怕被乔爷发现挂了电话。其实他是怕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怕再多说一句，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抱住夏六一，抛开一切和夏六一浪迹天涯。人若真如飞鸟般自由。正是决战那一天，夏六一迷晕了崔东东和小马等人，准备孤身去协助何初三。临走前，他去见了何阿爸，恭恭敬敬磕了3个响头，脖子里的绿玉佛被甩了出来。何阿爸一把拽住，震惊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阿三给你的。”夏六一被拽住了脖子，眼泪汪汪的老实交代说：“是阿三去大屿山给我求的。”何阿爸一阵天旋地转，怒喝让夏六一跪下，那可是何家的传家宝，是留给何家儿媳妇的。夏六一也被这个消息砸懵了，傻不愣登的愣在当场。何阿爸一看他那蠢头蠢脑的模样就来气，得了吧，这个傻大佬一看就是被我那衰仔儿子哄到手的，谁能骗谁感情还说不定呢。只能连声让夏六一滚滚滚，赶紧把他儿子带回家。夏六一满面泪痕，灰头土脸的跑出门，一边跑一边捂住胸口的玉佛，心里是汹涌的感动与刺痛。记得当初何初三送玉佛时是多么的小心翼翼与忐忑，甚至怕被拒绝都不敢说是祖传宝贝。原来早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何初三就对他情根深重。
可他如何配得上？他满手的罪孽，他满肩的重担，他一无所有，一无所长啊！他哪里值得被何初三这样真爱？谢英杰是一个疯子，他算计了所有人，包括自己儿子。他甚至把何初三扔进了冷库，要活活冻死他。所作所为完全暴露后，谢英杰仍然猖狂，对着警察嘶吼：“你以什么罪名逮捕我？你没有证据，你没有证人。”就在这时，一声凄厉的声音传过来，他有，是夏六一。他选择自首，以身入局，指认谢英杰。他用自己一命去换何初三的命。冷库里，何初三已经冻到瑟瑟发抖，却还在昏昏沉沉地想：我不能死，我如果死了，六一哥该有多伤心，多孤独。意识陷入昏迷之前，他好像听到了夏六一的声音：“阿三，阿三。”一片漆黑中，他又看见了2年前的那个梦，庙宇林立的千佛之地。夏六一的身影隐没在古老半腿的石墙之后，他想追上去，却被缭绕的檀香迷了眼。弥漫的烟雾中隐有善男子善女子的呢喃吟诵之音。低头礼佛的禅师转过身来，满面慈悲地问他：“你执迷不悟，深陷泥沼，还不回头？以身布施，割肉喂鹰，你做到了吗？不出衣女，不见白莲，你入过地狱了吗？你后悔了吗？”何初三想开口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想说：“我不后悔。我来过人间，我爱过人，也被人爱过。我用尽全身去挽救过一个游走在黑暗中的灵魂。我迷失过自己，却也找回了自己。”梦境的最后，他只想问：我救出他了吗？哪怕我永坠于深渊，我救出他了吗？佛说，世间万法因果相循，他有他要偿还的罪孽，你有你要付出的代价，但你已经救了他。医院病房里，一滴眼泪滑落，夏六一吻了一下何初三，轻声又坚定地说：“何先生，我们分手吧。”